大家好，下海做视频5、6年了，这次终于给大家开始拍床戏了，第一次有点紧张。先给大家看一下呢，这个是我过去几个月睡觉的样子。1年前呢，我被 Apple Watch 检测出呼吸暂停的这个症状，经过了很多的手段和尝试，还有干预，最后实在是没办法，我就只能开始用这个呼吸机了，就是要接上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要接上这个。然后带着这个去睡觉，然后呢，又因为我有 ADHD 的问题，然后不能被干扰，所以就只能是说夜里干活做视频，所以就只能白天睡觉。白天呢就有很多噪音，比如说什么邻居装修啊，然后车来车往啊，街道上的声音啊，什么鸟叫啊、狗叫啊，所以我就又只能是戴这个耳塞。再加上之前我是在北欧上的学，然后为了应对这个极昼和极夜，我又已经早就习惯戴这个眼罩了，再加上我已经是奔4的年纪了，再有2年我就40了，然后我对自己的这个睡眠啊，还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越来越重视，所以呢，我还会全天佩戴 Apple Watch， 还有这个 Oura Ring 来交叉比对自己的这个各项生理指标数据，所以我现在睡觉的样子就非常非常赛博。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啊，就是为什么呼吸暂停还有这种打鼾有这么大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呢？其实那是因为很多身体的这个问题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才会越来越严重的。像我年轻的时候什么屁事都没有，对吧？睡得香，这个跳得高，跑得久，但是现在真的机能不如以前了，所以现在就不得不对这些身体的这些反应很重视了。刚好嘛，反正借着这次机会，我来聊一聊我对这个打鼾还有这个呼吸暂停一些我的理解啊，跟大家探讨一下。其实10年前我还不打呼噜，就是最近这些年可能是变胖了，对吧？然后也可能是老了，就开始慢慢打鼾，然后打鼾严重到一定程度，最后就演变成这个呼吸暂停了。呼吸暂停呢，就导致我晚上睡眠的质量就越来越差了。我原来睡眠质量非常非常好。但是最近几年就感觉总是休息不过来，早上起来有的时候还头昏脑胀的。然后呢，因为睡不好，恢复的不好，就会导致睡醒之后的这个工作状态也不行。再加上我工作的地方是地下室，我还配了一个制氧机，我以为可能是缺氧的问题导致没精神。其实现在想来应该是很多原因，可能呼吸暂停和晚上没睡好就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然后有一些呼吸暂停比较严重的患者，甚至还有窒息还有死亡的风险。呼吸暂停其实这个事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包括打鼾也好，还有睡眠中的呼吸暂停，其实就是因为你支撑你这个咽喉内的软组织的这个肌肉变松弛了。导致松弛的原因有很多啊，这个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反正你这个肌肉一松弛呢，就会导致这个气道坍缩或者变窄，然后就会导致呼吸的时候呢，就会发生这种颤抖抖动，这个就是打鼾。如果说你这个气道再进一步的变窄或者被坍塌，那连打鼾都不会有了，就会体现成直接就变成停止呼吸，然后有些人可能几秒、10几秒，甚至有些人能到1-2分钟不呼吸。你像我之前就被人提醒过，我有类似这样的情况。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憋气，实在是可能都已经到半醒的这个状态了，然后你的身体就把你调整到一个接近清醒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长舒一口气，然后呼吸暂停这种情况整晚可能发生几十次，甚至更多。刚才说到呼吸暂停的本质其实就是咽喉内的这个相关的肌肉松弛了嘛，那哪些因素会导致这个肌肉变松弛呢？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是体重，就如果说你变得肥胖，然后你的体脂率也上升，那你自然而然，对吧？你的相关的组织里面的脂肪含量也会变高，就会导致你的气管可能会收缩会变小。另一个因素呢，就是年纪变大了。说白了，就是我昨天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一波，就是我们作为人，作为生物啊，其实我们设计出来的，我们寿命差不多30-40岁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人类10几岁其实就性成熟，然后就可以繁衍。然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你繁衍完了之后，你这个生物体其实没有生物学上活着的意义了嘛，对吧？你的基因已经完成传播了。
所以这个时候得病啊，然后机能下降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你像包括人的牙也不是设计出来让你用80-90年的，正常情况下你得特别精心的维护才可以。所以如果你上了很多现在的医疗手段以及保养的手段，你可能才能让现代人的这个寿命达到50、60、60、70、70、80甚至更久。但是从生物的角度来说，30多岁很多的时候，30、40岁的时候，你的机能就是下降了，就会导致你肌肉就会，平时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不塌陷，但是现在呢，可能睡着的时候就会时不时的塌陷。那有些人严重的确实就是因为呼吸暂停导致窒息，然后就去世。还有呢，就是喝酒，还有采用一些什么镇静剂的这种药物，也会导致你睡觉的时候晚上肌肉会相应的可能松弛过度。还有就是抽烟，抽烟最好也戒掉，这个对呼吸暂停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聊完了呼吸暂停的本质还有它的原理之后，我跟大家聊聊我都试过哪些治疗的方案。我自从被 Apple Watch 确认我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之后呢，我又试了这个 Oura Ring， 然后也试了一个国产的叫 Ring-Con， 所有的设备都告诉我确实有这个问题。然后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黄河，对吧？我们有几次出差在一起，然后住一块儿，他就会告诉我，我首先打鼾很严重，然后呢也会听到我好几次这种喘不上气、憋气的这种情况。然后呢，我才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然后我才开始做很多的调研，然后尝试找方法解决。我发现很多网上说的，还有在卖的产品，还有网上说的这些治疗方案，一看就是骗人的。就比如说有那种往鼻子里喷东西，还是什么草本植物什么东西，那个就明显是那个骗子，因为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它根本触达不了你肌肉坍缩的这个位置，不可能有用。还有一些产品，比如说什么电击的，就比如说在你下巴上放个什么设备，它一听到你打鼾就来个高压电电你一下。虽然说电了你一下，你确实就是不打鼾了，但是你也醒了呀，那不还是影响你睡眠吗？然后还有就是那种贴在鼻子上，然后帮你外扩鼻腔的那种，也是个智商税。你呼吸暂停就不发生在鼻腔，对吧？你扩那儿有什么用呢？我甚至怀疑很多产品都是商家自己刷单。最早一个让我觉得还算可能有用的产品是那个牙套，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儿以前有在这儿有用过这个，包括还有2个额外的。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自认为还挺聪明的，我觉得我判断出这个东西应该是有用的，因为它的原理呢，就是让你的上下牙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你夜里睡觉的时候，你的下牙、你的下颌就不会这样收缩，就是下巴收进去，就会导致你的这个气管这个闭合。就相当于它强撑着让你把气道打开，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早上起来，上牙会巨疼，巨他喵疼，因为你的上牙是整晚一直在相当于拉着你的下牙不让它收缩的，而且最烦的是每天早上要清洗，很麻烦，而且你带着这个东西，嘴里的这个异物感，我反正1周我都没办法用，然后又疼，然后又难受，然后还不舒服。最后呢，反正我是通过呼吸机算是解决问题了。但是呢，呼吸机也有要适应的这个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呼吸机这个面罩，它有很多种类型。我呢就是试了好多种不同的，有这种全覆盖的，然后有几个别的七七八八的，有什么2侧进气的。最后呢，我反正试了几种方案之后，发现这个是最适合我的。那即使是这样呢，我也是适应了至少是1个月，我才保证晚上不会掉。因为大家知道，你开始用这个的时候，可能前面几个晚上20分钟它就掉了，睡着之后它就掉了，然后或者是你自己抓掉了，没意识的状态下，然后后面呢可能时间会好一些，比如2-3个小时能不掉，然后直到我用了1个多月，到现在已经是用了3个多月了吧，我基本上就不会掉了，整晚都可以戴住了，至少是5-6个小时的时间，6-7个小时是保证它一直是戴在脸上的，不然它掉了，如果说你睡着了，刚过10分钟它就被你抓掉或怎么样，无意识的这种，那你相当于整晚不是还打鼾，还是呼吸暂停吗？而且呢，整套这个方案其实不便宜，我这套东西反正再加上这个面罩，这面罩也很贵，整了花了将近1万多。好在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是我确认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呼吸机，那我基本就没有打鼾和呼吸暂停的问题了。正好呢，给大家看一下我过去将近1年的时间，我的呼吸暂停的这个问题。你看，从去年6月份那时候我去 WWDC 到了美国之后，这个 Apple Watch 的那个检测呼吸暂停的一个功能被打开了，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就是 elevated， 然后到了后面我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到了去年的10月份、11月份，
我开始用这个呼吸机了，然后就现在这边到现在已经是 not elevated， 就是不存在这个呼吸暂停的问题了。你可以看我这一路过来的这个指标。但是呢，我依然不觉得用呼吸机睡觉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因为我现在面临不少这种出差的情况。你出差你就没办法带这一大坨嘛，然后我知道有便携性的，但谁也不愿意出差带这么大一个东西，对吧？即使它很便携，但也要加电源，也要什么这个面罩，各种各样的，还要调试，其实挺麻烦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在睡觉之前，对吧，看看书或者看看手机，刷着刷着，有的时候就是无意识的就睡着了，那就肯定就忘了带这个呼吸机嘛，然后就失去作用了嘛，然后晚上又开始打鼾，又开始这个呼吸暂停。所以我就一直在找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能替代这个呼吸机，直到今年1月份吧 ，CES， 我在拉斯维加斯见到了一个国产厂商的产品，就是这个，你们看到这儿，我这摆了一个，这个我这有2个，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检测睡眠的这个床头灯。我在现场呢就跟对方的这个老板聊了聊天，老板本人呢他也是严重的这个呼吸暂停的患者。我们2个患者当场就交流了一下这个病情，老板就告诉我，真正治本的方案啊，就是侧睡，不是上什么科技手段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能保证侧睡呢？老板就说睡之前不断的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就可以了。我当时就特别震撼，我觉得这老板实在太实在了。我本来以为说他要，对吧，趁机说一下自己家的产品能怎么解决呼吸暂停的问题。没想到他完全没提这个自己家的产品，然后呢，我就来了兴致，我说，这反正来看展的嘛，对吧？我就想看他们这个检测睡眠的这个床头灯这个产品怎么样。当时 CES 他们展台就搭建了一个临时的小房间，你就可以有一个床，你可以躺上去，然后床头柜就放了一个这个小灯，然后躺下之后呢，你就可以从对面的一个屏幕上看到现在这个床头灯实时监测你的各种数据，就超神奇。然后呢，体验完了，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科技产品。我自己本来又是去看科技展的，又是聊科技这个内容的，对吧？我就来了兴致嘛。当时我就跟他们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找他们要了2个工程机，就这俩。然后呢，当晚我就带回在美国的一个住处，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用上了。1月10号星期六，就是那一天，我就拿回去测了一下。一会儿我再跟你们详细的聊这个产品。然后后来我回国，1周之后我就回国了，然后一直就是用到现在。你看，这是1月份，这是2月份，然后这个是3月份，这是今天。那经过这将近3个月的使用，我就发现这个产品真的是给了我相当大的震撼。就即使是工程机，你看它底下还贴着这个标签，而且软件固件一直是在迭代测试。它的稳定性、易用性，最关键的是检测的这个指标，就跟我带的这个 Apple Watch 和 Oura Ring 基本上就是一致的，而且甚至还有一些额外的睡眠数据可以监测，然后是 Apple Watch 和这个 Oura Ring 都没有的，比如说睡眠姿态，还有你的鼾声。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产品是个非常好的产品。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床头灯，但是呢，它里面内置了麦克风，还有光敏、湿度、温度传感器，还有喇叭。这个喇叭呢可以放白噪音，有什么音乐啊、什么森林声啊、鸟叫声啊、钢琴声啊，就帮助你睡觉的。那上面这块呢是个雷达，给大家看这个吧，这个是个毫米波雷达，它可以发射和接收这个电磁波，可以通过这个相位和频率的变化，就是说白了就是看着你睡觉，然后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就可以检测你的各种生理指标，还有睡眠环境。早上起来之后呢，它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睡眠报告。这个产品做的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整个检测，包括晚上你睡觉，你都不需要任何介入，就没有说那种我要睡觉了，然后或者说 app 上点一个什么按钮，然后早上醒了又要告诉他醒了，没有，就是你睡，它就能检测你几点睡着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统计你的这个各种数据，还包括你的环境数据。早上起来你醒了，你都不用碰这个台灯，人走。然后过一会儿，你手机就会有一个睡眠整晚的一个报告。就是我觉得一个产品能做到这么极致，也是挺少见的。在我过往几年的各种对好玩的科技产品的这个研究和探索上面，我发现这个产品是个很极致的产品。
然后正好借着这个聊到咱们的科技属性的这个话题了嘛，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它实际上是用了60G 赫的毫米波。这个话题呢，我在过往的几年里面也做过相关的视频。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它为什么要用毫米波，而且为什么要用60G 赫的这个频段。就是60G 赫的毫米波，它的波长大概是5毫米左右，就是它的每一个电磁波的波长是5毫米。然后你想，它每秒发射几千几万甚至更多次的这个电磁波的这个脉冲，就像雷达一样，然后它就打到你的身上，然后呢反射，然后就会产生这个相位和频率的变化，被它接收。它就是雷达，你可以理解为就像雷达怎么看到东西一样，它就是能看到你整个人，就以它的方式看到，以雷达的方式看到。那这个时候你的呼吸、你的胸腔的起伏变化，甚至心跳的微小的这种变化，都能被这种频率比较高的这个60G 赫的毫米波，因为它每一个电磁波是5毫米，也就是你哪怕产生毫米级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变化，理论上它都能检测出来。但是这种毫米波雷达所谓的看见，它跟光学影像，就比如说摄像头 RGB 摄像头看那种所谓的拍到和看到又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雷达的方案它有带来2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隐私，因为它毕竟不像一个摄像头一样，它真的在拍你嘛。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精度，因为它的这个电磁波是60G 赫，然后它每个波长5毫米，然后发射的频率又非常非常高，所以你的身体的起伏的变化，你想如果用传统的摄像头去做人体的这个监测的话，你的这种起伏也许是能监测到，但是你的心跳啊，还有你的，尤其是在暗光环境下，你晚上睡觉是不开灯的情况下，传统的这种光学影像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第二点呢，为什么要用这个60G 赫的这个电磁波？原因是在于它可以穿透被子和衣服，但是呢无法穿透人体。大家知道人体的皮肤表面其实是有相当多水分的，那皮肤里面这个分子里面的这个水分呢是非常容易吸收这个电磁波的，频率越高呢就会引发的这个分子的这个振动越剧烈，然后能量就直接就变成热量，就消散掉了。这就是为什么电磁波打到人体的这个皮肤的表面，可能也就渗透进了可能半毫米、0.几毫米这种，它就能量已经被阻掉了，被阻隔掉以及被消耗掉了。为了让大家更理解电磁波的这个能量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微波炉，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一种能量的一个电磁波能量的一个加热的一个原理嘛，对吧？它的发射功率大概是几百瓦，甚至更高。然后手机的这个蜂窝网络通信，就是大家在外面用什么4G、5G 啊，它大概是100毫瓦到1瓦之间。然后这个跟基站跟手机的这个射频的这个距离有关系，通讯有关系。那基本上是坐落在100毫瓦级到1瓦之间的这个区间的。然后 WiFi 呢，我们家里用的这个 WiFi 的这个射频功率大概是10毫瓦到100毫瓦之间这个范围。然后这个床头灯发射的这个毫米波的这个探测人体睡眠的这个大概是不到10毫瓦。第三点，为什么要用这个60G 赫毫米波来做这个睡眠检测的这个原因，就在于这个60G 赫的这个频段的电磁波的衰减非常快，它不会穿墙。比如说在你一个房间里，在卧室里面，它不会说这个信号穿到另一个房间去，然后呢也就不会带来反射回来的这个电磁波有太多的这个噪声要处理。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我觉得挺有价值去聊一下，就是它本质上的原理实际上是一个简易版的相控阵天线。就是大家知道相控阵天线以前呢是军用上的这个技术，直到这些年民用化，对吧？你可能辐射组件少一点，没有军用的这么多，功率小一点，精度没那么高，但是原理是通的，就是它通过多个天线或者是辐射组件之间的这个干涉，就会让电磁波有一定的方向性和指向性。那这个叫做波束复形，以前我的这个视频也跟大家聊过，我怀疑它就是采用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呢大概有90到100度左右的一个探测范围，你想就给它放在床头，然后再加上这个上面这个雷达的方向是可以动的，基本上照到你的胸腔，你的上半身，就可以实现检测睡眠的这个效果了。所以呢，也就不会检测到你身边的人的数据。如果说你们是2个人在睡一张床的话，如果2个人都需要检测睡眠的话，那其实是床头一边一个，谁离得近，他去读谁的这个生理指标。所以我聊完了这个电磁波的特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有没有这个画面啊？就是实际上以雷达的角度来说，你想你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穿着衣服，它实际上是这个信号是能直达你的人体表面的，就是相当于它把你看穿了。
虽然它不是个摄像头，但是你想一想，这个科技是多有意思。通过这个电磁波的发射、反射，然后识别，然后去读出你现在身体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非常非常微小的身体的起伏，甚至心脏的跳动，它都可以通过电磁波来识别。真的，这个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我听他们讲这个东西，我就是觉得，哇，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干这个事情。很神奇。然后呢，我们讲完原理，就来聊一聊现实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大家可能跟我一样都会去关心，因为大家如果没用的话，可能不太感知得到。就是第一，这个东西跟手表以及这种手环呀，或者这种戒指这种健康相关的这种产品，它优势有哪些？我第一个能想到的是，就是不用充电。然后是固定使用，就比如说 Apple Watch 也好，还有这个 Ring 也好，其他的手环，你可能定期要充电。即使这个 Apple Watch 它可能能，比如说 Ultra 能做到2天续航，对吧？你时不时的还是要充电的。尤其是以前在没有 Ultra 的那个年代，就甚至我记得他们苹果官方演示了个什么，就是晚上为了监测睡眠，你带着整晚，早上起来洗漱的时候给它放在这个充电座上，充个大概10分钟，是吧？然后再满足全天的续航。我觉得这类的产品固定使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床头灯嘛，它本身就要放在你的床头嘛，你平时也不会动它嘛，所以然后你一睡觉它自动开始工作，起来之后自动把报告推给你。第二呢，就是没有义务感。大家要知道，就是我哪怕开始适应这个用手表监测的睡眠的时候，也是适应了好久，甚至有些朋友就一直是不接受这种手上带东西睡觉的。比如说我身边有个朋友，黄河就是个例子，他是坚决不可能戴手表和戒指的。我问过他这个问题，然后这也相当有代表性，很多人是不接受的，以及就算接受也需要适应的时间。第三个，这个床头灯能带来的这个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数据更精准。就是它读到的你的生理指标理论上是更精准的。那借这个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手表还有这种智能戒指，它的这个光学传感器是怎么回事？就大家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它会发绿光，对吧？它其实就是通过绿色的这个 LED 照射皮肤，然后呢，你血液里面的这个血红蛋白比较容易吸收绿色的光，反射回来的光呢，然后 Apple Watch 的传感器就能识别到，你现在的血红蛋白的这个含量的高低变化。那这个高低变化是跟着你的呼吸相关的，所以说它其实是读你的血红蛋白的变化趋势，然后反推出你的心率大概是多少，你的心率变异性大概是多少，本质上是推测加算法的计算，而且呢还要有一定程度的过滤噪声的算法。所以呢，包括比如说手腕的晃动啊，或者说你戴的太松或者太紧，或者干脆你体温低的时候，你的血管会收缩，然后你的血红蛋白的这个含量可能就跟平时有差异，都会导致这些信号会有噪声，然后影响精度。但是呢，像 SleepPod 这个小床头灯，它更像是直接检测到，或者说看到你的心跳，然后有没有翻身，然后呢，也能通过它的麦克风来听到你有没有打呼噜，然后比如说你的房间现在的噪声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足够安静。所以你可以理解到，虽然说可能也参与了计算和推测的部分，但是它的获取方式对生理指标的获取方式更加直接，所以呢就更准。尤其是你考虑到戒指啊，或者是手表这类东西，还有手环这类东西，晚上睡觉的时候，对吧，被你万一压了呢，对吧，或者说戴得太松太紧呢，或者比如说手表的这个麦克风，你手放在被子里面的时候，你可能识别你的声音就没有那么容易嘛，听不太清你的鼾声。手表和戒指几乎是无法检测你翻身还有睡觉的这个姿态，这个基本上是没办法通过算法去推测的。刚才我说的这些就是这个固定使用的床头灯相比大家现在主流的监测睡眠的这个方案的几点好处。那我视频最开头跟大家说了嘛，其实一直我想解决的是这个呼吸暂停的问题，对吧？那通过这个产品，其实有没有办法能够监测睡眠，然后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帮助我去摆脱呼吸暂停这个问题呢？其实说白了，任何方法都是辅助，本质上呢还是要做，就像这个厂商的老板说的，就是要做心理暗示嘛，尽量侧睡。其实现在有很多科研的一些报告说，针对有呼吸暂停的这种患者来说，侧睡可能真的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了。然后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床头灯，它对这种人体睡觉的姿态的检测非常精准，因为说白了，它连毫米级、微米级的这种心跳，它可能都能检测到，你更别提你的睡姿了，对吧？你侧着睡跟平躺着睡的
你的形态、你的形状肯定是不一样的，有巨大的区别。所以它在这一方面的检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精准的。然后你可以通过 Sleeppod 这个床头灯每天去看一下你这个心理暗示有没有做好，你的侧睡的占比有没有提高。如果说这个办法还是不管用，或者说你很难坚持，我作为过来人，我的经验就是你只能用呼吸机了。但是呢，即使是用了呼吸机，你也可以通过类似于这种睡眠检测的工具来去帮你看看你使用呼吸机的情况嘛，就有没有掉啊，或者有没有解决你打鼾或者说睡眠质量的这个问题。我经过3个月的使用，我是对这个产品非常非常认可的。然后昨天我是会员直播，我一直在跟各位会员一直在聊这个产品，然后也一直在做推荐。然后这个产品是国内厂商做的，他们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应该是上众筹，上的是海外平台的众筹，在国内接下来一段时间甚至暂时还没办法卖，原因是因为他们用到的这个60G 赫的这个毫米波的这个频段，还需要拿一些相关的认证，还要过一些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资质吧，所以暂时呢只能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架。所以我在视频里面也会贴个链接，如果说大家想去尝试一下的话，你可以去他们的众筹主页上去支持一波，然后应该是有一个能支付外币的信用卡应该就可以了，它也支持国内发货。咱们聊到这儿呢，我就给大家看一看我的过去将近3个月的睡眠的一些情况，然后呢结合着给大家讲一下它里面的这些功能和参数都是干嘛的。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做一个分享，作为一个实际的一个用户来说，一个早期用户来说，我觉得对大家可能也是有意义的。你们就能通过我今天的介绍就知道它这个产品好在哪儿，以及它为什么我刚才夸了它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的 App 主界面，然后这个是我过去的每一个圆圈是代表一个晚上，有一些是因为我出差了，我不在，所以就没有数据，但是大部分是有的。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就是你能看一下我通过老板介绍的这个心理暗示的方法有没有在起作用。这个是我从 CES 回来的第一天，这个是我在 CES 当天用的嘛，然后这个是我回来之后在自己的卧室，就是在这儿放就是这一台放在这儿的第一天的正式的使用。然后可以看一下我当晚记录的这个睡眠数据，他给了我100分，我因为刚出国，对吧？回来肯定很累，确实是。然后当时的休息的非常好，睡了将近8个小时，然后睡眠效率他自己有一套算法，会给你一个预估你睡得怎么样。然后规律性它统计不了，因为这是第2天使用，它没办法统计你的规律性。然后给了我100分的评分，大家可以看下面这里呢，它是推测我是夜里几点入睡的，3点，然后呢，我不知道这是下午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时间我已经忘了，因为我刚回来可能要倒时差嘛。反正我是结结实实的睡了8个小时，然后呢，清醒的时间是15分钟，然后有快速眼动的阶段，就是 REM， 然后有核心睡眠的这个阶段。那这个核心睡眠，和深度睡眠其实越长越好啊，理论上讲，像我的深度睡眠一般是平均1小时20分钟左右。然后如果上一些手段或者说休息的特别好的情况下，也许能达到2个小时。然后下面这一栏大家可以看呼吸分，这里它统计我侧卧的时间，就是侧着睡的时间是1小时7分钟，然后仰卧就是平躺的时间是3小时40分钟。我用了大概1-2周之后，比如说1月底1月31号，大家可以看到同样的仰卧和侧卧的数据已经是慢慢趋同了，这个很神奇。我自己复盘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会有这样的变化。大家再看，过了再往后过半个多月，2月19号，大家发现没有，我的仰卧已经变成绝对的少的时间了，然后侧卧变成绝大多数的睡眠的姿态了，然后打鼾的声音现在减到了1分钟。我在用这个产品的第1天，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1月10号，在美国的那一天。它统计到了我6小时7分钟的打鼾，然后直到了2月份，我们挑个2月20号吧，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仰卧已经变成半小时，然后侧卧已经达到了6个多小时了，然后打鼾只有1分钟的，它只统计到了我打鼾1分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昨天晚上，也就是3月26号，神不神奇？打鼾虽然说有7分钟，但是我的侧卧的时间已经变成7小时36分钟，基本没有仰卧了。我自己也没想到这种暗示是有用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随便看一下，就是3月20号一样的情况，也是侧卧变成了7小时。我们再挑一天，看都是侧卧变成绝对的主流了。
就这个事情真的很神奇，就我觉得至少老板跟我说的这个心理暗示法是有用的。然后再给大家解读一下其他的数据，你看，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这个睡眠体征，它里面有几项，就是你可能会清醒，比如说你迷迷糊糊的这个状态，它就算你清醒了。然后还有你的心率，它可以统计你的心率，并且告诉你会有 tips， 会有一些建议，如果你的心率不正常会怎么办，以及哪些是正常的范围，以及你的平均的这个心率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范围，甚至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规律锻炼啦，比如说让你冥想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呼吸的频率，这个不是心率，这是呼吸的频率。然后你的平均，像我晚上的平均1分钟是14次。然后关于呼吸频率过高过低会有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改进，它都有一些建议。然后呢，就是心率易变性，也就是 HRV。这个数值呢，就是衡量的是你的2次心跳之间的延迟，就有的时候2次心跳之间会快一点，有一些两次心跳之间会慢一点。正常人来说，越放松，情绪越放松的情况下，这个随机的变量越大，就是它这个数越乱越好。严格来说，在一定范围内，它就是 HRV 能统计你的情绪，甚至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的一个规律。这个数据我不多解释，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健康的话，对 HRV 应该是也有研究的。然后它 HRV 也是这个 HRV 应该是算出来的，通过你的，但是它的心率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看出来的，而不是说纯靠算法，因为它毕竟能检测非常非常 subtle 的这些小的这个动作，包括你的心跳，你的心跳导致的胸腔的变化。有了比较精确的这个心跳的心率，它就能推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 HRV。然后大家可以看，然后它还能检测你的睡眠环境，比如说你看我的这个温度，我就维持在26度左右。然后我其实之前跟大家说过，我睡觉会开空调，因为我是北方人，在南方生活很潮，很不习惯。然后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温度是比较适合入睡的，你可以按照他的建议去操作。还有比如说下一项是这个噪音，噪音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儿就比较严重了，就是能达到50-60分贝，甚至70分贝。我怀疑呢，可能是有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些白噪音睡觉，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我睡觉的时候，就像大家说的，经常是白天。我睡眠非常不规律，白天的话就户外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啊，甚至有人上下楼啊，还有这样那样的声音，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是我偶尔间歇性的还会打呼噜，因为我并不是完全不打了，而是降低了很多打呼噜的这个频率和响度。但是对我来说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噪音对我几乎没影响，因为我睡觉是一定要戴耳塞的，不戴耳塞我是绝对睡不着觉的。就是已经是很多年的习惯了，就特别敏感，对声音特别敏感，所以这项指标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功能。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相对的这个湿度，可以告诉你是什么湿度会比较适合入睡。你看我也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然后呢就是光照度，这个光照度呢，就是因为它里面也有那个光敏传感器，然后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因为我必须要戴我必须要戴眼罩睡觉，要不然有一点光我都会受不了。而且再加上有的时候我白天睡觉，对吧？外面的环境光，然后房间里也不是绝对的暗，所以对这几个数据可能对大家来说更有指导意义。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睡眠的统计栏，这些呢是陪伴你入睡的一些白噪音，还有比如说水声，这个曾经原来我用水声用过很久的时间。然后还有这个篝火、蝉鸣。然后它有一些功能，就比如说检测你睡着之后，它就自动给你关闭，而且它识别人有没有睡着非常非常精准，就非常离谱。因为我有很多设备可以监测嘛，比如说我的戒指还有手表，我觉得我每次发现它是最准的。然后 Watch 和这个 Ring 有的时候会有出入，但是永远它是最准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神奇的。然后呢，还有支持，因为它里面有扬声器，大家刚才已经听到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它可以播放一些教你呼吸的一些或教你冥想的一些声音。这个东西他们通过软件更新以及未来的这个推送，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声音，都是从互联网上流过来的，所以它是要联网的。所以这个功能我就不多介绍了，一个是很好的一个功能。然后呢，就是你可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你可以看你的趋势。比如说咱们看以月为单位的话，我从1月开始，2026年1月我用了半个月，然后到了2月份，你看我的评分上涨了3%，我的效率上涨了4%，我的时长下降了6%。这个很好解，因为我回国了，回国之后就不规律了。然后呢，就看到3月份我的这个睡眠时长增加了。然后你还可以按照以周为单位，看自己哪一周睡眠的表现好，然后可以去回顾一下你哪些事情做对了，比如说你是运动啦，还
还是吃的清淡啦，还是睡早啦，对你的睡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的这些详细的这些数据，我觉得你可以对自己健康比较在意的朋友可以拿来好好看一眼。它里面的这些给出的数据还有趋势还有解读非常的详细。然后呢，来到设置界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控制它关灯开灯，这都是很基础的智能灯的这个功能。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入睡关灯啊，人来灯亮，人走关灯啊，这些功能，我也是过去的1-2个月、2-3个月，陆陆续续的会收到他们新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更新的提醒。OK， 我觉得这个 Sleep Pod 这个产品我已经介绍完了，大家觉得怎么样？给我的感觉，诚实的讲，因为我是用了快3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无感，就我很难认真说，我这过去几年真的很少见到一个产品做的这么极致，这个真让我挺意外，而且我拿的都是工程机，大家可以看，他们自己还有那个底下他们的那个标签，我笑死。等他们的量产款出了之后，我应该把这2个工程机还给他们，然后我自己去搞2个这个量产款，然后甚至可能考虑送家人送朋友。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就是它首先没有使用门槛，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数据很精确很精准，就整个 app 里面给你的所有的呈现非常的简洁，就是不是属于那种给你一堆。你像这儿我可能要点名批评一下这个 Oura Ring， 虽然说我用这个我觉得产品本身还可以，但是它的 app 实在是太不友好了。就首先特别复杂，每天有很多东西让你确认，它不是很有信心。他问你刚才是干嘛了吗？然后你不确认的话，它数据可能就不准。然后呢，再加上它又不支持中文，它只有英文。然后英文有很多医学上的专有名词，我看着都费劲。然后呢，它的各种新功能啊、研究报告啊、各种东西啊，很花时间。而且它的数据我不觉得有太准。你看，就它这个界面，就我觉得跟那个灯比的话，就真的完全不一样。这个就非常直观，基本没有什么你需要点的，你只需要看。所以我觉得这个床头灯，不管是易用性、数据的准确率，还有你哪怕说它的造型外观吧，我觉得都非常，真的让我很喜欢。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想帮他们去推广一波，这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我再继续说，我刚才说了他们要上众筹的事儿，对吧？到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说最后的售价还是有点贵的，就是美金好像要到$500，然后但是众筹呢，基本上只要一半的价格。我觉得$200多，再加上好像5块钱的一个预约，我忘了。昨天晚上我直播的时候，我跟会员一通吹，我们好多会员就去抢了，就我觉得也挺好的，就趁这机会可以，因为众筹还是相对便宜嘛，大家可以去支持一波。所以我就通过今天的这个视频讲一下我自己对于呼吸暂停、打鼾，然后睡眠监测，以及现在对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重视程度这个话题，我想跟大家就是聊。然后其实前天是出了个很大的一个意外嘛，就是一个网红叫张雪峰去世了。其实就是你看41的年纪，就比我大3岁，然后过度劳累，然后再加上跑步就猝死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我希望我们观众里面年轻人还是重视一下自己的健康，以及跟我同龄的人呢，也是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对自己的健康也好，对自己的睡眠开始，因为睡眠是对人健康的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之一，我觉得一定要重视起来。然后我接下来我也会介绍一些，比如说呼吸机，我的一些使用的感受和一些想分享的话题，以及我最近搞了一个这个在海外已经卖了8年的这个产品，就是这个 Eight Sleep 这个一个智能的一个床垫吧，就是它能在晚上主动通过 AI 模型去调你的温度，然后帮你去延长你的深睡眠的时间，然后甚至这个床底下还有一个电控的一个支架，然后你打鼾的时候它甚至能主动抬起来，然后尽量避免你打鼾的情况。这类产品可能我接下来会分享，不是因为这个赛道怎么样，而是我自己因为关注这个健康这个话题了。因为这个像现在在网上做内容分享的，我这个在科技区吧，在我这个年纪应该算大的了，算老人了，所以也确实应该注意自己的健康，然后也分享相关的话题给到差不多年龄的这个阶段的朋友吧。明天要出差，已经夜里3点了，明明最近已经不熬夜了，但是为了做这个片子分享给大家，这个东西也很好用又熬夜了，我要赶紧去睡觉了。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听劝，这个真是好产品，非常非常值得推荐。好，我们今天视频就做到这儿，咱们下次视频再见，拜拜。